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在跟别的人交流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始一个话题，你不知道怎么样问一些问题，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常常有的人会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开始跟你聊天或者对话，那你这样的回答不会继续更多的对话。那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看看100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问的问题，常常用的话题，跟我们的生活、工作、旅行和我们现代的生活有关系的100个话题，然后我会给你们我的回答。那我希望你们一边听一听我的问题，也想一想你自己的回答。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第一部分，一般闲聊问题。1. 你今天过得如何？今天比较忙，但是到现在为止比较轻松。早上我喝了咖啡，吃了早饭，开始工作了。2. 你上个周末做了什么？上个周末跟我的好朋友见面，我们一起去 SPA 去温泉，所以过的一天特别的轻松，很舒服，聊天、吃饭、喝酒，所以非常不错的一天。3. 你平常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我非常喜欢运动，在不工作的时候喜欢运动、做饭和旅行，这个是我最大的爱好。4. 最近有看过什么有趣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吗？最近看了一个比较好的电影电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我也给很多我的朋友推荐了。我也很喜欢看一些韩国电视剧。5. 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工作的时候比较喜欢舒缓的钢琴曲，那运动的时候我喜欢听拉丁美洲的歌，比较有动感。6. 你有养宠物吗？我自己没有养宠物，但是我父母他们养了一只猫。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只猫它特别的独立，它比较喜欢自己待着，不喜欢你抱它，但是特别可爱。7. 当前季节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现在是冬天，冬天的话，我最喜欢下雪天。虽然对交通不太好，但是我觉得真的特别漂亮。但是现在还没有下雪。8. 最近你读过的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最近我读过一本英文书，叫《Why We Eat Too Much》，就是为什么我们吃这么多。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不仅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身体上减肥，更好的是从心理上去注重我们心理的健康。9. 你最喜欢吃什么类型的菜？为什么？我最喜欢吃的是比较清淡的地中海的一些菜，比如像意大利菜、泰国菜。我不喜欢吃非常油的东西。10. 你更喜欢住在城市还是农村？为什么？我既不喜欢住在特别大的城市，那我又不喜欢住在农村。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住在中等城市，比如像在中国的成都，那这样的城市非常的方便，也就是能够提供这个生活的便利性。我非常喜欢这种不太大的城市。第二部分，工作与职业。1. 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其中一件你最喜欢的事是什么？我的工作是对外汉语老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就是看到学生的进步。2，你是如何开始你的职业生涯的？我最开始是非常想做翻译，但是呢，后来慢慢发现我对这个教学的热爱，所以开始了当对外汉语老师。3，目前你正在进行的项目是什么？跟 AI 有关的项目。4，你认为你所处的行业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对外汉语会有很大的潜力。那我们现在可能更好的需要用 AI 跟我们的这个教学相结合，会提供很大的帮助。5，最近学到的一件对工作有帮助的事是什么？视频剪辑，就是学会了剪辑视频，更好的去用新的这个高科技来更好的去帮助教学。6，你曾经收到的最好的职业建议是什么？就是大胆的去尝试，不要想太多结果是怎么样的，就是先走出第一步，多尝试新的东西。7，在你的领域，你认为成功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就是勇于尝试新的东西，不断的去学习，提高自己。8，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你是如何克服它的？教小朋友、教小孩子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需要有非常多的耐心和去了解他们的想法。9，你有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吗？我现在非常的希望用这个新的，比如像我现在做的一些视频和播客，能够更好的帮助我的学生去学习。10，你曾经有过有趣的工作经历吗？去国外出差，在工作的过程中去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第3部分，旅行。1，最近你去过哪里旅行了？去了哪里？今年去了比较多的地方，刚刚去了欧洲的几个国家，也去了新加坡看看一些朋友。2，你去过的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现在为止应该是墨西哥吧，我觉得，或者是欧洲的一些国家，我喜欢比较这个多元的文化。墨西哥就是有多元的文化和美食。3，下一次旅行你想去哪里？下一次会去非洲，所以特别期待。4，你更喜欢放松型的度假还是冒险型的旅行？为什么？以前比较喜欢冒险型的，喜欢去新的地方，不会做太多的打算。但是现在工作会比较累，所以比较喜欢放松的，到一个天气好的地方休息一下。5，你在旅行中尝试过的最独特或外国的食物是什么？最独特的外国的食物是吃了仙人掌，在墨西哥吃了仙人掌，吃了一些很奇怪的肉。6，你在旅行中做过的最疯狂的、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去巴拿马旅行的时候，去了一个无人岛，在这个岛上住了一个晚上。7，你最喜欢的旅行方式是什么？在一个地方一边旅行一边生活一段时间，可以工作呀，这样的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8，你更喜欢一个人旅行还是跟别人一起？我更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非常的自由，但是有的时候想跟别人分享一些东西比较难。9，你曾经有过消极的旅行经历吗？你是如何处理的？当然有过不好的经历，但是尽量的去改变自己的态度。10，旅行中的一或文化体验是什么？旅行中的文化体验，我很喜欢参观当地的菜市场，就是每到新的地方，我喜欢去这个市场去看一看，就是当地人的生活和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东西。第4部分，爱好和兴趣。1，你喜欢做什么业余爱好？喜欢运动、听音乐、看电影、旅行。2，最近你学会了或开始了新的爱好吗？尝试了玩滑板，但是因为怕受伤，所以停止了。3，你平常喜欢做的休闲的活动是什么？听音乐、旅行。4，
你有什么独特的才艺或技能吗？我很喜欢空中瑜伽，这个没有很多的人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练习很多年了。5. 你喜欢参加什么样的社交活动？请朋友们，请几个很好的朋友来我的家做饭、喝酒、聊天。6. 你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或者爱好？可能我会水上运动，水上运动。7. 你是否喜欢运动？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觉得特别喜欢运动，在我的生活中，我觉得最喜欢的运动应该是瑜伽，因为更好的能够帮助我提高我的心理和精神健康。8. 你有在家里的空闲时间里喜欢做的事情吗？在家里最喜欢做的就是看电影，天气不好的时候，打开几个经典的电影，特别喜欢。9. 你喜欢旅行吗？为什么？一直都非常喜欢旅行，世界这么大，都想去看看。10. 你最近尝试过的新鲜的事物是什么？尝试新的事物，跳舞，最近开始学习跳舞，虽然跳得不好，但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第5部分：食物和饮品。1. 你最喜欢的菜是什么？我最喜欢吃北京烤鸭，还有我妈妈做的菜。2. 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甜品？所有的甜品我都很喜欢吃，但是不喜欢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会自己试试做很多我自己的甜品。3. 你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苏打水、咖啡和茶。4. 你有尝试过制作新食物或饮品吗？经常会自己在家做一些面包、蛋糕，对，会尝试做很多不同的。5. 你有什么特别喜欢或讨厌的食物吗？最喜欢的应该是北京烤鸭跟火锅，最不喜欢的，不喜欢吃动物的内脏。6. 你喜欢烹饪吗？最喜欢做的菜是什么？非常喜欢烹饪，非常喜欢做饭。最喜欢做的菜，我在家会做很多简单的、健康的蔬菜和肉。7. 你曾经去过的最喜欢的餐馆或者咖啡店是哪家？你觉得怎么样？在北京最喜欢的咖啡店是在胡同里边，那最喜欢的餐馆，那肯定是北京烤鸭的饭馆，因为在家里不能自己做。8. 你有喜欢的特定的餐馆或者食物摊位吗？北京最喜欢的是火锅的，和有一个很喜欢的外国的饭馆是 Taco Bar，就是吃墨西哥菜的这样的地方。9. 你最喜欢的餐厅美食是什么？太多了，我喜欢各种各样的，但是经常吃的是意大利菜呀、汉堡包，还有中国菜，像泰国菜也有。10. 你最近尝试过的新食物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就是最近会试着喝不同国家的葡萄酒。第6部分：书籍和电影。1. 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为什么？有一套书，很多本，叫做《明朝那些事儿》，是关于明朝的历史，很有意思，写的内容很容易去读。2. 最近看过什么好书？能分享一下吗？最近看的是有2本，一本英语书叫做《Why We Eat Too Much》，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吃这么多，关于健康的和减肥的，怎么样从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这个角度去减肥和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己。另外的一本书是关于中国唐诗的书，很有意思。3.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为什么喜欢它？现在能想到的一个电影叫《Notting Hill》，是英国的一部电影，就是里边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所以有的时候会看一看。4. 有没有看过改编自书籍的电影呢？觉得书和电影哪个更好看？常常会喜欢看这个原版的小说，但是最近看过一个电视剧是改编于小说的，但是这个电视剧拍的也非常好，也是一个现代的爱情故事。5. 你认为哪本书最适合拍成电影？为什么？哪本书最适合拍成电影？
现在没有想到，因为我看书的时候就是只关注这个故事本身，没有想这个会不会拍成电视剧。对，没有，现在想不到。6. 喜欢看小说还是喜欢看纪录片儿？为什么？当然喜欢看小说，会更轻松一些。纪录片的话，我更喜欢看旅行方面的纪录片。7. 最近有没有看过一部令你印象深刻的电影？最近没有看很多的电影，就是最近比较喜欢看长的这种电视剧，而且都是比较轻松的现代的这种爱情的和现代人的生活、年轻人的生活，所以这样的电视剧会让我感觉比较轻松，但是可能会感觉电视剧和现实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这会让我感觉，我不想看到太多现实生活中的东西。8. 有没有一个角色让你印象深刻？为什么？我很喜欢去有风的地方里边的这个男女主角，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轻松、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拍的，所以故事的情节比较慢，比较轻松的去看，也很适合学习中文。9.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电影？动作片、科幻片、喜剧片、爱情片。10. 你最喜欢的电影导演是谁？有一个香港的导演叫王家卫，非常喜欢他。7部分音乐。1. 你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为什么？古典音乐、乡村音乐和爵士都很喜欢。对在不同的情况会听不同的音乐。2. 最近听过哪些好听的歌曲？能分享一下吗？最近很喜欢听一位西班牙的男歌手，因为他唱歌好听，人又帅。3. 你最喜欢的歌手或乐队是谁？一直都很喜欢有一个歌手叫莫文蔚，他的歌都是比较温柔的，特别适合这个比较伤心、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听一听。4. 有没有一首歌曲让你特别感动，或者有特殊回忆？很喜欢听那个电影《La La Land》里边的所有的音乐，都是能够感觉给你很轻松的。每次听到音乐都会想起这个电影。5. 你通常在什么时候听音乐？工作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在听的。只要是不影响我的在做的事情，我一直都喜欢有音乐。6. 你会弹乐器吗？如果会，是什么乐器？我会钢琴，对，就是很累的时候，想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会弹一弹。7. 喜欢听现场音乐会吗？你参加过哪些音乐会？特别喜欢听音乐会，比较喜欢听这种比较小的环境氛围特别好的这种现场音乐会，但是不是歌手的，是古典音乐会。8. 有没有一首歌曲让你觉得特别愉快？可能不是一首歌曲，是一种歌曲。我比较喜欢听爵士，特别是在工作以后喝一点红酒，然后放一些音乐。这个爵士乐一般都会让我感觉非常的轻松。9. 如果你要放一首歌来庆祝，会是哪一首？肯定是生日快乐歌，跟别人一起过生日是很高兴的事情。10. 你觉得音乐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非常大的影响，它会影响我的心情，能够改变人的心情。所以我在不管是放松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一直都会放音乐。第8部分个人问题。1.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8月29号，每年最热的时候。？2. 你的星座是什么？你相信星座吗？处女座是我的星座，但是我不相信。3. 你的家乡是哪里？你喜欢你的家乡吗？我的家乡是北京，喜欢是喜欢，但是也有很多大城市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喜欢我的家乡。4. 你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为什么？最喜欢的季节在北京肯定是秋天、春天跟秋天。对，就是能看到绿色，万物复苏，天气是最好的时候。5. 你有什么强项或优点？
优点的话，我觉得我有耐心，有同理心，能够很快的去感觉到别人的情绪。6，你有什么弱点或缺点？在很多情况下，我有拖延症，就是不能及时的完成，我会比较难去完成一项任务。7，你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最自豪的成就就是2024年开始做了我的 YouTube 的频道。8，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在实现梦想上有什么计划？梦想一定是环游世界，去尽量多的地方看看这个世界。那我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来，希望可以每一年会去不同的地方。9，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大的愿望，家庭、父母身体健康，对所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身体健康，这是最大的愿望。10，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或计划？期待和计划，未来我希望我可以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至少我有能力去避免去做我不喜欢或者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我的未来的期待，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压力去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第9部分，个人成长与愿望。1，有什么技能是你一直想学但还没开始的？开车，拿了驾照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开过车，但是觉得这个一定要去做的。2，面对挑战时，你通常如何保持动力？一定是热爱，一定要喜欢做一件事情，才能一直去做。3，谁是最能激励你的人？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朋友、父母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真的想去、愿意做这件事情，才是最大的动力。4，你希望养成或改进什么习惯？最近比较希望能够早睡早起，因为工作的原因比较晚的睡觉。那希望早起，早睡早起，然后起床第一件事就先做一些运动。5，你通常如何庆祝自己的成就？简单的话就是开一瓶红酒，跟朋友分享一下。那更希望可以去一个喜欢的地方度假休息几天，什么都不用想。6，你最近做过什么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事儿？有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的视频很有用，很有帮助，他们会告诉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付出和我的时间很有意义。7，如果可以给年轻的自己一条建议，你会说什么？一定要多去旅行，看不同的地方，然后不断的去尝试各种各样你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8，你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可以不需要那么努力工作，就是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吧，然后可以在不需要工作就会赚钱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工作。9，你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说到做到，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去努力的去实现，不要说空话，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10，从工作的角度出发，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可以跟更多的同行，或者是其他的老师，或者是视频工作者、媒体工作者一起合作，创造出很多不同新的东西。对，因为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的。第10部分，科技与日常生活。1，你最喜欢的应用程序或软件是什么？为什么？最近肯定是 ChatGPT 这个 AI 的技术，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的提升了。还有就是像社交媒体呀等等，让我们的沟通更便利。2，你通常如何利用科技让生活更方便？学习一些新的技术呗，这个总是在不断的学习，但是学习各种各样的新的东西，挺难的，也很有挑战。3，在组织日常生活时，你更喜欢用数字工具还是实体工具？数字工具应该是更容易一些，跟工作有关系的，一般都是用数字工具；跟生活有关系的，应该可以用实体工具的。4，
你有什么科技产品是你无法离开的？手机基本上做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比如交通、买东西，跟工作有关系的日常生活全都离不开手机。五，你用过智能家居设备吗？体验如何？智能家居设备，比如像扫地机器人，这个是我觉得在我的家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帮我打扫房间，然后我又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六，对人工智能在日常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你有什么看法？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避免不了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更好的去利用人工智能，不要跟它去比赛，让它来为我们服务。七，最近有什么技术创新让你感到兴奋？应该算是无人驾驶出租车、无人驾驶汽车。这个，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开车，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应该可以让我的生活更容易。八，你是喜欢尝试新技术的早期用户，还是更倾向于观望？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所以如果我要对一个东西、一个新的技术不太了解的时候，可能我不太愿意尝试，所以我要慢慢的，所以可能会要观望一段时间。九，有什么小工具或者是设备显著改善了你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应该算是投影仪。投影仪，因为我很喜欢在家看电影、看电视，那这个感觉有点像在电影院，所以它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十，你如何平衡屏幕时间和其他活动？屏幕时间就是看书，用手机、用 iPad 工作。除了工作以外，大部分其他的时间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能不用手机，我尽量不用。比如像我去运动的时候，那我尽量把我的手机留在家里，不用手机或者是屏幕。这样，在生活中除了工作以外的其他时间，尽量不用这些电子产品，就不用。在这个视频里，我的朋友Karen 她问了我100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也很快速的给出了一些答案。那这个答案呢是我自己的，那我觉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也会有更多更有意思、好玩的答案。那如果别的人在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想怎么回答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有意思的好玩的想法，你也可以在这个评论里边告诉我。那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也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非常有用，请你给它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我是 Annie，我们下期再见。